这是穷疯了吧？要坑就坑把大的。这铺子有点意思，眼看再次起了轰动，白小纯精神抖擞，正等待时，一旁的白浩目光微闪，忽然在白小纯耳边说了几句。白小纯眨了眨眼，一拍大腿，立刻同意。或许真的是白小纯的这个方法有效果，又或者是大话说的太大，以至于有人不满。总之，在这对连挂出的第二天，天下第一炼灵铺内终于来了第一个客人。那是一个土着大汉，哪怕压缩了身体，可依旧看起来有1丈多高，魁梧非凡。走入铺子时，似地面都震了一下。眼看有人进来，白浩魂立刻飘出，正要开口时，那大汉大手一挥，直接扔出了一把巨大的战斧。这战斧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地面上。这战斧虽寻常，可其上却有6道银纹，触目惊心。你们外面写的那么猖狂，我这战斧已炼灵6次，眼下这第7次，你们来练，练好了，别说是1000药，我给你们3000药。可若练不好，今天我就将这里拆了。大汉声音如星号到了外面，立刻就引起了铺子外的不少人注意，纷纷看去时，白小纯背着手，一脸孤傲地从案台后走出，看了看那斧头，淡淡开口：“有材料3000药，没材料1万药。”那大汉眼睛一瞪，看向白小纯，脸上露出狰狞中带着残忍的笑容。“好，就1万魂药，我就在这里等着。”白小纯这才点头，右手抬起虚空一抓，立刻那斧头直奔他而来，拎在手里进入了内房。此刻外面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都被这土着大汉的万药手笔震动。万药炼灵居然是在这种小铺子里，实在少见啊！那大汉不会是托儿吧？不过没见过这么明显的托儿啊！不管是不是托儿，只要成功就是真的。炼灵7次也敢接啊！若是失败，这铺子的声名就彻底毁了。他们这铺子还有什么声名？要是炼灵不成，看样子这铺子估计都没了。就在这外界众人纷纷议论时，过去了1炷香的时间，一股浩荡的波动瞬间就从那屋里传出。这波动一起，众人纷纷睁大了眼，呼吸瞬间凝滞地看向从那屋中走出的白小纯。他的手中托着一把战斧，那战斧上清晰地出现了7道银纹。真的成了！天哪，这可是炼灵7次1炷香的时间，竟成功了！众人哗然不敢相信时，白小纯将那斧头扔到了土着大汉面前，自己则是背着手，露出一副高深莫测且又自命不凡的神情。那土着大汉身体颤抖着，脸上露出激动，一把拿起手中战斧后，他的目中带着无法置信，呼吸急促，似整个人都待在那里。白小纯顿时不满了，咳嗽了一声。这咳嗽声落入大汉耳中，他立刻反应过来，顿时狂热崇拜地看向白小纯，用他几乎最大的声音猛地大喊：“神了，太厉害了！这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惊人的炼灵，6次到7次，居然瞬间就成功了！白大师，我服了！你这里不愧是天下第一炼灵铺啊！这天下第一炼灵铺，当之无愧！大家来看看，我这斧头已经被炼灵第7次成功了，这里太无敌了！以后我还要来！”这喊声极大，外面众人听得清清楚楚，渐渐神情怪异起来，都觉得有些好笑。实在是这大汉的演技太差了，这话语怎么听都似乎是为了铺子宣传，连炼灵师姓白都知道。白浩魂在旁边苦笑，这大汉的确是个托儿，是他想到的主意，告诉了师尊后自己去找的。而这些话语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白小纯要求这么说的，且这还是他改动了一些。如果真的按照白小纯的话语去说，那会更夸张。原本按照白浩的做法，会让这个大汉表现得更委婉一些，不露太多痕迹，可现在却是直白粗暴得很。白小纯也不满意了，他皱起眉头，觉得这大汉说的还不够。按照他之前给出的说法，这里面要先歌颂一下自己，再歌颂一下铺子，最后歌颂炼灵，至少要说上1炷香的时间才对。可现在人多，白小纯虽不满，也不好直接说些什么，只能继续抬头，保持那么一副深不可测、唯我独尊的样子，双眼目空一切地看着天空。那大汉扯着嗓子大吼一番，又搅了魂药，这才美滋滋地离去，直至他走远。这铺子外的众人面面相觑下，心生犹疑。不多时，竟又有一人咬牙之下踏入店铺内。虽那大汉作为一个托儿，有些太明显了，可毕竟是炼灵7次成功了，这对魂修而言就足够了。一整天的时间，
一共进来6位客人。当这6人的炼灵之物只有1次失败，其他5次全部都成功后，店铺外的众人彻底动容起来。这种成功率已经让人心动不已。随着第2天店铺开张，这一天足有20多人到来，更是在之后的半个月内，这天下第一炼灵铺在这附近区域已经彻底轰动，声名不仅重振，更是大振特振，甚至于传播下，在这整个89区里也都有了小名气。于是来的人更多了。虽说不是次次成功，可依旧还是保持在了5次成功3次这样的几率，让太多的魂修惊喜。口口相传，1个月后，白小纯都忙不过来了，于是与白浩商议后定下规矩，一天只接10单。同时，白小纯炼火需要大量冤魂，他魂塔内虽有不少，可毕竟数量有限，短时间够用，时间长了后难免会耗费一空。于是这铺子多了第2个营生，那就是卖魂药，以冤魂购买魂药。而魂药对于蛮荒魂修来说是修行的必需品，更是整个蛮荒可以说是范围最大、需求最多的生意。尤其是白小纯这里，甚至出售中品魂药后乃至上品魂药后，立刻就形成了竞争力。毕竟整个89区的魂药店铺里，上品魂药大都稀少，可白小纯这边只要有魂，上品魂药要多少有多少。如此一来，这铺子想不出名，想不红火都难。很快的就已经名动整个89区，眼看生意越来越好，几乎每天铺子一开张，就有不少人排队等待。其中有一半是慕名而来专为炼灵，还有部分则是为了此地的上品魂药。毕竟上品魂药对于魂修修行好处太多，远非下品魂药可比。尤其是这天下第一炼灵铺内，上品魂药似乎存储极多，这就让不少人心动而来。这一切就使得这铺子越发红火。短短的2个月，在这89区就形成了极好的口碑，甚至名气都隐隐传到了附近的几个区中。在这样的状态下，这炼灵铺不说日进斗金也差不多了，尤其是冤魂的储备，更是让白小纯很是振奋。他觉得这么下去的话，自己炼火所需的海量魂魄就足够了。至于白浩也很满足，这几个月里，他虽说有外人在的时候，都是给人一种身为白小纯的魂仆且呆板的感觉。可他的心里却很雀跃，毕竟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几乎独自生存，内心很渴望与人接触。眼下铺子红火，他每天都能看到非常多的人进进出出。虽碍于身份，他只能去与人简单的沟通，可依旧很是满足。只是这铺子生意一红火，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更是无形之中挤压了其他同类铺子的生意。于是在这几个月里，来找麻烦的也不少。不过在白浩的沟通与解决下，大都化解。白浩的做法是宁可吃点亏，只要不影响生意就好。开始的时候，白小纯还没在意，可随着找麻烦的人渐渐多了后，他就不乐意了。尤其是想到自己的修为与身份后，他就更不悦了。我堂堂长城万府长，巨鬼城大总管，更是巨鬼军团大统领的道侣，奶奶的，巨鬼王我都敢绑，炼魂湖内上百权贵天骄我都抓过。我老老实实做生意，不去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这些小虾米敢来欺负我，徒儿，明天开始，若有人来找事，立刻喊我，我去收拾他们。白小纯哼了一声，在这一天夜里，向着白浩说道：“他这些天已经观察了，前来找麻烦的大都是元婴修为，其中还有不少是结丹，这就让他彻底放心，胆气也壮了。”眼看自己这师尊不满，白浩苦笑，琢磨了一下后，苦口婆心的劝说：“师尊，咱们终于安稳下来了，如今铺子的生意还不错，那个咱们还是少惹事吧。你放心，我来处理行吧。”白浩赶紧安慰，他是真的怕了这个便宜师尊的惹事能力。一想到巨鬼军团哗变的那场面阵势，还有巨鬼城内自己听说的事情，白浩就充满紧张。偏偏这个师尊每次都是那么一副委屈的样子，让他这里哭笑不得的同时，也满是无奈。那怎么行？为师岂能是那种忍气吞声之人？白小纯一瞪眼：“师尊啊，你看我们在这皇城内可都是敌人啊！那些当初被你抓的权贵天骄们都在此地，我们还是能忍就忍忍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白浩内心一叹，拿出了杀手锏，提起了那些被白小纯当年抓了的权贵们。这句话一出，顿时管用。白小纯面色微变，想到当初自己把那些天骄收拾得很惨，若自己
在聚鬼城也就罢了，可眼下在他们的地盘上，他顿时就心虚了。可表面上却不露太多，而是一拍白浩的肩膀，哈哈一笑：“为师是和你开玩笑呢。不错不错，徒儿你的警惕性很好，有为师当年的风范啊。我认为你说的太对了，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白小纯脸都不红一下，此刻目中露出欣慰之意，岔开了话题。眼看白小纯打消了念头，白浩这才放松下来，也不去揭穿，而是笑眯眯的陪着白小纯聊天。日子继续这么过了下去。白天的时候，白浩在外接待客人，而白小纯则是沉下心来去研究16色火的炼制方法。晚上时，白小纯一次性将这一天收来的法宝之物炼灵，随后继续研究16色火的配方。渐渐又过去了半个月，终于这一天，在白浩的配合下，白小纯将16色火的配方完全的摸透了，这才开始再次实践炼制。担心出现意外，这一次白小纯不惜代价，在这葵黄城内买了不少阵法禁制布置下来，甚至他财大气粗，还买了一套足以防护家族的魂阵，将自己这后院的炼火房打造得如铜墙铁壁一般，这才勉强放心，专心炼制。白浩知道分寸，眼看白小纯这里开始炼火，他立刻就将铺子关闭，暂时歇业，不再接受任何炼灵的单子，将一切事情都推后，全力辅助白小纯炼火。只是这16色火的炼制并非顺利，哪怕白小纯对于配方研究透彻，又有白浩相助，也依旧是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好在他的冤魂足够，经得起这样的消耗。最终在过去了1个月后，终于在这一天，白小纯右手一挥，立刻那团15色火扩散吞噬冤魂，渐渐多出了1色。白小纯心神激荡，振奋中努力控制，让自己心情不产生强烈的波动，而是定气凝神，小心地操控四周的火海，一点点将其压缩回到掌心内。一把握住后，再次张开手掌时，他的掌心中赫然出现了一团16色火。成功了！白小纯哈哈大笑，内心的激动再也无法压制。这16色火，他耗费了足有大半年的时间，花费的冤魂更是无数，且白浩的功劳极大，这才将其炼制出来。如果换了其他人的话，别说半年了，恐怕就算数十年也都难以成功。看到白小纯成功炼制出16色火，白浩虽疲惫，可心中也有喜悦。他对于白小纯的性格已经了解不少，知道自己这师尊喜欢听别人吹捧，于是笑着上前恭贺一番。白小纯哈哈大笑，心满意足中，再次尝试炼制，渐渐发现这16色火的成功率不高，往往7、8次里能成功1次的样子。他虽有些不满意，可这已经是目前能做到的极致了。也罢，我冤魂多，虽消耗的大，可终究还是掌握了炼制之法。白小纯想了想后，也就没有太去吹毛求疵，只是对于炼灵元婴之事，白小纯琢磨了一番，还是暂时放弃了。虽说炼制元婴可让他修为提高，但一样会引起蛮荒的重视。巧合的事情若是接二连三的出现，都不用说别人怀疑了，就算是他自己也都会怀疑自己。还是等我能炼制18色火或者更多色火后，一次性的炼灵元婴，让修为瞬间突破，这样才稳妥。白小纯打定主意后，休息一番，又开始研究17色火的配方。同时，白浩也将炼灵铺重新营业。不用说，歇业足有1个多月的铺子都快被挤爆了。时间慢慢流逝，白小纯眼看自己这铺子的生意更好，看着白浩满足的样子，他心中也很高兴，觉得自己的确是一个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崛起的非同一般的天才。感慨之余，他也享受着这样的平静，大有一种神秘高人潜藏在凡俗闹市的超然之感。唯独有些遗憾，自己的不死谷修炼因没有了生机，近乎停滞了。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白小纯打算平静，可实际上随着铺子的名气渐渐传开，他这里已经被人盯上了。此刻，在这葵黄城的中心区域第9区内，一处很是奢华的阁楼内，就有数十个人环绕而坐。这些人一个个俊朗非凡，修为也都极其不俗，最弱的也都是元婴中期，还有几人更是元婴大圆满。若有熟悉他们的人在此，一眼就认出这些人都是葵黄城内的权贵子嗣，皆为当代天骄之辈。其中一人正是小狼神，还有一个则是李天胜，就连妙莲儿也在其中。可眼下这些人的面色都很阴沉，彼此沉默。半晌之后，小狼神咬牙开口：“大家都知道了吧？那该死的白浩来我葵黄城了，
他若留在巨鬼军团内也就罢了，可此人竟无视我等，居然在那89区开了一间炼灵铺。我也听说了，他是被赶出巨鬼军团的。众人纷纷咬牙开口，对于白小纯的恨已经无法形容。炼魂湖内的事情是他们的噩梦，更是耻辱。一想到众人都被他给抓了，且吸了生机，差点成为人干，这些天骄羞恼之下，顿时都杀意强烈。这白浩无耻至极，臭名昭着，在巨鬼城时更是道德败坏，夺人妻子，抢人家产，这种人就是人渣一般。我也事后打听了，此人六亲不认，杀了亲生父亲，灭了血亲族兄，逼死养母，巨鬼城因他而惨烈，可以说是他在的地方必定是生灵涂炭。如今他到了我们葵黄城，我可以想象他必定祸害八方。这种人偏偏受巨鬼王喜爱，哼！只要巨鬼军团不庇护他，在这葵黄城内，我定要报炼魂湖中羞辱之仇。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咒骂。可一想到白小纯的强悍，还有其身后的背景，他们也都觉得憋屈。不过这阁楼内的天骄，并非所有都是去过炼魂湖的，还有一些在其家族内，并非参与炼魂湖一役之修。听着其他人开口后，对于这被众人切齿痛恨的白浩，也有好奇。诸位有些过于小心了吧？这白浩我承认他的确厉害，可诸位莫要忘了，这里不是炼魂湖，这里是葵黄城，是我们的势力中心。一个穿着粉色长衫的青年，手中拿着一把扇子，淡然说道。他话语说完，四周不少人都立刻看了过去。陈兄若有办法，李某必定奉上一份谢礼。李天胜起身抱拳说道：没错，那白浩没见过陈兄你若真能将他收拾了，我小狼神欠你一个人情。陈雄道友一向手段超群，那就请道友出面好了。陈兄，还请为灵儿做主。众人有的激将，有的阴阳怪调，有的直接感谢，纷纷开口后，那粉衣青年注意到妙灵儿也都水汪汪的看着自己，顿时眉毛一挑。只要我们按照规则去走，或许杀他有难度，可将其赶出葵黄城还是轻而易举的。粉衣青年笑了笑，扇子在身边桌子上一敲，目中露出强烈的自信。诸位，只要你们借给我一定的魂药，那么1个月内，我必让此人滚出皇城。小狼神等人都目光一闪，不再开口，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89区天下第一炼灵铺外，已有7、8人等在那里，准备这铺子一开张，就立刻去预约炼灵。不多时，铺子大门被白浩推开，这7、8人立刻精神一振，纷纷踏入。白浩早就习惯了接待，不疾不徐地接下一单单炼灵的生意。铺子内案台后，白小纯懒洋洋地趴在那里，时而抬头看着进来的客人，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脑海里琢磨17色火的配方。很快的，大半个上午过去，进入铺子的魂修络绎不绝，白浩井然有序地一一招待，一切如常时，白小纯也打了个呵欠，琢磨着要不要也出去溜达一圈。可就在这时，大门外走来一个青年，这青年穿着粉色的长衫，手中拿着一把扇子，一身元婴后期的修为，使得他的出现立刻就让这铺子内的众人心神微震。实在是此人身上的气势极重不说，他的身后还跟着2个老者，那2老修为一样不俗，如同护道者般守护左右，一同踏入天下第一炼灵铺。好大的口气！粉衣青年淡淡开口，声音传遍四周。这铺子内的其他客人一听这话，立刻就明白找事的来了，于是纷纷看起热闹。白浩魂也内心一叹，赶紧上前。至于白小纯，他趴在案台后，此刻也抬起头看了过去，在这粉衣青年身上一扫，他就觉得有些熟悉的感觉。这感觉怎么和炼魂湖内那些权贵天骄有些相似？白小纯正琢磨时，也不知白浩魂说了些什么，那粉衣青年眼中露出厉色，袖子一甩，竟有一股狂风散开，将白浩魂直接卷出。白小纯面色瞬间沉了下来，从案台后一晃消失，出现时在了白浩身边，右手抬起一按，将其四周的卷风散去。白浩魂面色有些苍白，身体也都模糊了一些，显然那粉衣青年的甩袖之力很是不轻。眼看白浩魂虚弱，白小纯立刻就怒了，看向粉衣青年时，目中露出寒芒。好好说话不行，非要动手是吧？这目光顿时让粉衣青年内心一震，想到了关于眼前之人的种种传闻后，
他心脏跳动微微加速，气势竟弱了一些。陈某从不仗势欺人，你这铺子既对外开张，又号称天下第一炼灵铺，我来炼灵，居然还说名额已满，这是瞧不起我？粉衣青年立刻开口，声音传遍四周，不但铺子内的人观望，铺子外也有不少人看起热闹。白小纯冷笑，正要说话，一旁的白浩魂赶紧一抓白小纯的手臂，显然是看出此人与之前来找事的那些家伙不大一样。白小纯深吸口气，想起与这徒儿交谈时对方的劝说，又想到这里毕竟不是聚鬼城，于是忍了下来。要练什么？白小纯硬邦邦地说道。眼看白小纯这里有妥协之意，粉衣青年眼睛一亮，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后，右手在储物袋一拍，顿时取出一枚紫色的玉佩。这玉佩刚一出现，立刻就有雾气在四周弥漫，隐隐居然能看到其中似有一条蛟龙之影，似在咆哮，被这青年一挥，化作一道紫光，出现在白小纯的面前。更为惊人的是，这玉佩上居然有10道银纹，触目惊心。四周众人看到后，纷纷内心狂震。这玉佩内封印了一条蛟龙之魂，这种魂宝之物最难炼灵，已经炼灵10次了。这第11次算是改变法宝本身，同样是极难的一道沟壑，怕是就算皇品也都不敢轻易尝试，失败率太大了。四周众人声音回荡时，白小纯心中念头一转，也装出一副气急败坏愤怒的样子，抬头死死地盯着粉衣青年。粉衣青年微微一笑，对于四周众人的哗然，他早有预料，而眼前这让众多权贵天骄吃瘪的家伙的难看表情，更是让他心底得意，目中露出讥讽。就连这玉佩好了，此物价值极大，你可不要练废了。粉衣青年依旧淡淡说道，但话语间还是透出一丝得意。白某炼灵，收费按照法物本身炼灵次数叠加而定。白小纯袖子一甩，咬牙开口，心底琢磨着怎么给对方下个套。粉衣青年闻言一笑，直接扔出一座魂塔，这里面的魂药足够了，你练吧，就按照你的标准，若是给我练废了你，可要赔偿。不过你若能练到我满意，我可以给你10倍魂药。粉衣青年声音传出，四周众人还有铺子外的看热闹的行人纷纷再次震惊。要知道白小纯这里的炼灵价格本就很高，而这粉衣青年居然肯给10倍，这价格就已经无法形容了。可同样的代价是失败后要赔偿此宝，这算是一场豪赌了。失败的话虽要赔偿，可若一旦胜了，收获极大啊！这场赌倒也公平，就看这铺主敢不敢接了。粉衣青年嘴角带着笑容，内心冷哼，他既然说出1个月内让这白小纯滚出葵黄城，自然是有把握的。这玉佩看似如常，似乎价值也不是很大，可实际上其来头不小，这可是皇族赏赐，若真赔偿起来，说多少都可以。且就算对方成功了1次，他可以要求再练1次，如此下去早晚会碎。在他看来自己稳胜，一旦碎了，他就借此发难。且他性格阴毒，明明是一场赌，可偏偏刚开始不说，而是一步步将白小纯套进来后，再说出这不似赌却等于是赌的言辞。哪怕白小纯这里今天拒绝了，可他第2天还会来，甚至安排下去，让其麾下也天天拿着类似之物到来，只要接了1次，他就赢了。若是一直不接，这铺子也没法继续给人炼灵了，对他来说也是赢了。毕竟他没有仗势欺人，虽要求失败赔偿，可此事在炼灵界内也不是没有，且他肯付出10倍价格，如此一来，巨鬼王也说不出什么。而且最重要的，这只是他计划中的第1步而已，还有后续的第2步、第3步，层层相扣，他信心十足。你敢不敢接？粉衣青年语带讥讽地说道。白小纯眨了眨眼，暗道还没等自己给对方下套，这粉衣的家伙居然就自己钻进来了，且很明显的，这是在给自己下套啊！这家伙阴毒啊！看来这玉佩价值必定极大，且他话语里的满意不满意，也说明了我就算成功了1次，他也还会让我继续。白小纯想到这里，目光微不可察的一闪，面色随即大变，身体都哆嗦了几下，呼吸急促，双眼瞬间就生生的挤出了不少血丝出来。有什么不敢接的？白小纯大吼一声，喘着粗气，似极力去隐藏自己的心虚。不过我给人炼灵都是成功1次就收费1次，不会累积在一起付。
你若没足够的魂药，我白小纯立刻继续开口，给人一种明明不敢接，可却偏要装出一副是你付不起报酬，而不是我不肯练的感觉。可以，你成功一次，我就给你结算一次。粉衣青年皱起眉头，觉得有些不对劲。可眼下他逼白小纯的同时，也将自己逼到了角落里。目光一闪后，他琢磨了一下自己的计划，冷笑起来。这白浩应该是猜出了我的想法，可他却猜不到我为了这一次在众人面前扬名的决心，更猜不到我已经有了他能炼灵14次成功的准备。况且从11次到14次，他说不定自己就失败了。粉衣青年眯起双眼，他这一次看似鲁莽，可实际上已有调查，知道眼前此人的身上可都是炼灵14次的法宝。可惜我能拿出的那种他赔偿不起的法宝，大都是炼灵10次左右，且就算真的弄到炼灵14次的，此人选择不炼合情合理，我这手段也就无效了。冷笑中，这粉衣青年果断同意，尤其是看到在自己同意后，白小纯面色如死灰后，他就内心轻松了一些。白小纯哭丧着脸，可心中却笑开了花，装着狠狠一咬牙，袖子一甩，拿着那玉佩，阴沉地走向后院。不多时，当他出来后，那玉佩上银纹消失，取而代之的多出了一道经文，更是模样改变，居然缩小了一些，其上更散发出惊人的灵力波动。这波动扩散四方，让这铺子内的众人都一个个睁大了眼，心神震动。竟真的成功了！炼灵11次啊！粉衣青年神色如常，目光落在白小纯手中的玉佩上，心底叹了口气。白小纯傲然抬头看向粉衣青年时，大声开口：“魂儿，把我炼灵的收费方式告诉给这位公子，算算他应该给我多少魂药。”法器无中生有，出现第一次炼灵1000魂药起，一升2次则是2000，2升3则是4000，以此类推，4为8000，7为6万4，9为25万6，10为51万2。至于炼灵11次，需要付出的魂药数为102万4000魂药。白浩魂的声音回荡，四周众人一个个都吸了口气。他们中有一些人呢，之前就已经在计算了，尽管有了准备，可听到这个数字后，依旧都是内心狂震。白小纯得意地看了眼粉衣青年，粉衣青年沉默少顷，微微一笑，一指方才取出的魂塔，淡淡开口：“这魂塔内有500万魂药，你可以继续去炼了。仅仅炼灵11次，我还不满意。”他的话语再次轰动四周众人。这一刻，店铺外的行人也都大范围的围绕，眼看着如此豪赌，纷纷面色变化时，也都激动起来，立刻拿出传音玉简，开始召唤各自的好友前来。很快的，此事就在89区轰动，无数身影急速而来，直奔此地。哪怕这里人数太多，进不来，也都将神识散开，密切关注。白小纯目光一缩，他之前就判断对方给自己设套，此刻冷笑一声，也不去掩饰什么了，而是拿着那玉佩，转身就进入内屋。不多时，当他走出后，那手中的玉佩赫然的多出了第2道经文。这经文的出现，让铺子内、铺子外的所有看到之人都一个个惊呼出声。12次天啊！这种豪赌很多年没看到了，快叫人来！这件事必定会轰动整个魁皇城。在这众人声音轰鸣时，粉衣青年也终于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他的目中闪过了一丝犹豫，随即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再次开口：“依旧不满意，继续练。”白小纯感受到了粉衣青年的决心，他内心哼哼，暗道：“你给我等着，看我不吓死你！”想到这里，白小纯转身再去内屋。当他出来时，他手中的玉简出现了第3道经文：“魂儿，报价！”这一次还没等众人哗然，白小纯的声音带着尖锐，直接传遍四方。白浩魂也都身体一哆嗦，实在是这一次的事情超出了他的想象，可却没有半点迟疑，立刻开口：“此次炼灵409万6千魂药！”白浩魂的声音传出，顿时轰动八方。这一刻，不但是89区已经震动无比，甚至在这些人的传播下，其他街区也都有不少人急速赶来。若是在高空看去，可以发现，在89区四周，至少有10个街区的修士正蜂拥而去。粉衣青年身体也都颤抖起来，他的目中已经有些慌乱，整个人脑海嗡鸣，勉强让自己保持镇定。毕竟这一切他不是没有准备，可他也内心苦涩。
按照他的希望，是最好能在这炼制到14次的过程中玉佩碎掉。此人的炼灵造诣果然惊人。粉衣青年狠狠咬牙后，猛地抬头看着白小纯，一字一字再次开口：“我还是不满意，你继续炼。”这一次，铺子内外的所有观望之人，他们的内心升起的骇然已经到了极致，惊天动地一般。他们早就看出这豪赌的不对劲了，一次次的看到那粉衣青年说不满意，也都明白这里代表的寓意。还不满意是吗？粉衣小子，看我怎么吓死你！白小纯转身一晃，再次回到内屋。一炷香后，当他出来后，当他手中的玉佩被众人看到后，撼动苍穹大地的惊呼声在这一刻滔天而起。14次，炼灵14次，这怎么可能？天啊！在这众多哗然中，在无数人疯狂的传音给自己认识之人，告诉他们此事，让他们快速赶来中，白浩魂的声音还没等报价，白小纯自己就抢先得意的喊了一句：“8192000魂药。”白小纯内心傲然，觉得此刻自己亲自开口才更有气势。此刻的白小纯得意的声音，在粉衣青年那里如同丧钟，于心神内天雷般爆发，让他面色瞬间苍白，好似被一股大力轰击，身体踉跄的后退几步，呼吸几次，双眼已经彻底赤红。哪怕有心理准备，可他依旧还是心神颤抖。实在是这魂药的数量太过庞大了，尤其是想到累积到一起后，那可是近1500万了。他此刻都有些后悔自己不该出头，已有了退缩之意。可他已经骑虎难下，心底不由纠结。这场豪赌关注的人实在太多了，此刻外面从附近街区赶来的人足有数万，甚至还有更多街区的修士也都在急速赶来中。这位客人可还满意？这魂塔内的魂药已经不够了，你一共要给我8192000魂药。你结清之后，若不满意，白某可以继续给你炼。白小纯抬着下巴，得意无比的开口。可白浩却傻眼，呆呆的看着自己的师尊，心底迟疑，琢磨着师尊似乎算错账了，只算了最后一次炼灵的价格，没算之前几次累积后的数字啊。他有心提醒，可想到眼下四周人太多，自己表现出的是呆呆的魂仆的样子，实在没法提醒，于是心底叹了口气，有种要捂脸的感觉。四周传来无数粗重的呼吸，都被震撼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底古怪，察觉出白小纯似乎算错了账。可粉衣青年权贵天骄，他们不想得罪，眼看白小纯算错账，一个个都偷偷看向白小纯。那粉衣青年也望着白小纯，也愣住了，看着白小纯那得意的样子，他狐疑起来，可却猜不出白小纯的想法。他不相信对方算错账半晌之后，猛地抬头一拍储物袋，直接再次扔出了一个魂塔，里面有400万魂药，我还是不满意，你给我继续炼。粉衣青年带着试探大声喊道，他这一次集合众天骄之力，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最终才凑到了这些魂药，已经是极限了，甚至这些魂药已经堪比一个大家族的底蕴。炼灵14次到15次，价格大不一样，不是叠加1倍，而是10倍起。此时白小纯傲然开口道，也就是说，这一次我若成功了，你要给我结清的魂药数是8192万。白小纯也都心惊肉跳起来，忍不住提醒道：“你确定付得起？”白小纯好心的提醒了一句，这话语里说出的数字，不但让粉衣青年内心狂震到快晕了，就连四周的众人以及外面的那些魂修，也都一个个倒吸口气。实际上，炼灵14次与15次的确完全不一样。要知道，15次就已经是具备了天人之力，甚至可以让元婴大圆满的修士以此去感悟天地了。所以这种炼灵之宝，任何一个都价值极大，甚至几乎绝大多数都被掌握在各个炼灵家族以及权贵世家手中，轻易不会流放出来，且数量很少，毕竟能炼灵成功的几率也是极低。如巨鬼王那里，白小纯立下那么大的功劳，甚至还肩负去炼魂壶的重任，关乎巨鬼王的功法缺陷，他当初也只是给了一把炼灵16次的长枪，不是他吝啬，而是对他来说，炼灵15次以上之物也都没有多少，更不用说其中几乎都是适合天人使用。所以炼灵14次到15次这种事情，若是用魂药去计算，没有人能说得清到底多少是适合的。白小纯这里开价8000多万魂药，这价格的确夸张，
可仔细一想，众人也都明悟，这毕竟不再单纯是一件法宝，而是给人一个去晋升天人的机会。蛮荒晋升天人，就是去借助炼灵15次以上的法宝，感悟天地，让自己天人合一。你还是考虑一下吧。你看，就算你现在说满意了，按照你的10倍价格来算，你最多才给我1亿，也是8000多万啊！你完了。白小纯叹了口气，觉得这粉衣青年有些可怜，好心的说道。可说到一半，他反应过来，看向粉衣青年时，更为同情了。白浩魂听到10倍，心底长叹，按道自己这师尊真够败家的了，算错了账，一下子就少了6000多万魂药。而那粉衣青年闻言，更是暴怒吼道：“你闭嘴！”整个人好似抓狂，双目如要滴血一样。白小纯的话语在他看来，就是在嘲讽戏弄自己。我不满意，你给我继续练，继续练，我就不信你这第15次能成功！粉衣青年歇斯底里一般大吼大叫起来，可他身边的那2个老者此刻早已面色煞白了，他们觉得胆战心惊，此刻连忙上前拉住粉衣青年，纷纷劝阻：“给我滚开！白浩，我继续和你赌！”粉衣青年已经抓狂了，他不能不赌，赌的话，他知道自己有可能会赢，可若是输了，他就彻底大败，那代价太大，他承受不住，死都不能说满意。白小纯深深地看了粉衣青年一眼，没有继续开口，而是拿着玉佩转身踏入内屋。他的身影被无数目光与神识锁定，此刻这里所有人都是内心狂跳不已。他们看着白小纯的身影消失，想要继续观察，却发现白小纯的内屋里有禁制光芒闪耀，不但阻挡了所有的神识，甚至在这禁制光芒内还有一股让人哪怕动用了手段也都难以看清的隔膜。这隔膜自然是面具之力，若有人具备足够的实力，将这阻隔破除后，能看到白小纯正常炼灵的一幕画面。只不过有资格看到这个画面的，唯有半神修为。这也是白小纯刻意而为，毕竟单纯的静止观看不是最好的演示，这种演示中存在的画面可以打消那些强者的疑虑。从一开始，白小纯就是这么设置的，依靠面具之力化作他最好的掩护。而眼下，在白小纯这里炼制时，外界来临的魂修数量已越来越多，密密麻麻，不但89区都满了，就连半空中也都是人，黑压压一片。各种议论、鼎沸的声音此起彼伏，形成嗡鸣，传向八方。这白浩必定是选品炼魂师，而且还是选品中的巅峰。任何选品炼魂师都有一些特殊的手段，去让自己的成功率加大。只是这炼灵14次到15次，那些手段就算再厉害，也都只能去撞大运一般。实际上，这次的豪赌已经不是去看炼魂师的手法了，这就是在比运气啊。不过不管如何，这一次之后，这天下第一炼灵铺，哪怕不算彻彻底底的名副其实，可也必定轰动葵黄城了。在这众人讨论时，粉衣青年身体颤抖，面色苍白，毫无血色，脑海里一片空白。这件事太大了，他已经快要承受不住了，整个人都要崩溃。怎么会这样？按照我的计划是没错的，可他怎么能次次都成功？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的魂药，应该够了的。可他竟没有失败一次，这一次他必定失败。只要失败了，我就成功了。时间慢慢流逝，铺子外来的人越来越多，可却没有人不耐。实在是炼灵14次到15次，在众人的认知中本就耗费时间，此刻虽在议论，可他们的目光与神识却是紧紧地盯着内屋的大门。白浩魂面无表情地漂浮在一旁，可心中却是连连叹息。他觉得自己这个师尊实在是太吸引仇恨了，而且更擅长绝地反击。这一次就是这样，看着粉衣青年那披头散发的样子，白浩魂都觉得有些同情了。按道你找谁麻烦不好，偏偏来得罪我师尊。直至过去了1个时辰，白小纯依旧没有出来。实际他进了内屋后，盘膝坐下就开始吐纳了，没有去炼灵。直至过去了3个多时辰后，白小纯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睁开眼后琢磨着时间差不多了，这才摇了摇头。我真不想坑你，可没办法，我都劝你别继续了，你非要坚持，我一旦出手，自己都害怕的。白小纯觉得自己还是很纯洁很善良的，叹息中开始炼灵。很快的，他手中的玉佩就出现了第5道经文，更是有一股天人的感觉隐隐在这玉佩上弥漫，其内那条蛟龙也都更为清晰，甚至给人一种好似天人魂的错觉。是个好宝贝啊！
白小纯很是心动，这玉佩在他手中连续炼灵后，已经被他琢磨透彻，知道一旦发动，就可让其内那条蛟龙虚影幻化出来，威力不俗。把玩一番，白小纯这才起身，深吸口气后，他装出一副精力消耗极大、很是虚弱的样子，额头带着汗珠，甚至身上都充满了汗味，面色苍白地走出内屋。在他走出的瞬间，无数目光神识刹那就凝聚过来，尤其是看向他的手掌，在看清他手掌中的玉佩后，外界刹那就安静了。